孩子问我老師你怎麼不帶我們走的時候，你告訴他這是應該你們自己跑出來的，對，跟我沒關係。你好天真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。咁喺呢度呢，同大家睇一個發生喺大陸嘅事件啦。咁呢個事件呢，就叫范跑跑事件啊。咁呢個男人呢，就唔係叫范跑跑，而係叫范美忠喎。咁點解呢會叫范跑跑啦？咁原來就係話佢呢，喺當年啊2008年5月12號下晝2點半，四川就發生咗一個百年不遇嘅大地震，就係汶川大地震啦。咁當時呢個地面係震得好犀利啦，而為咗小朋友嘅安全，大部分嘅老師呢都會安排撤離路線啊。但係啦，呢一個叫范美忠嘅老師，佢與眾不同啊，佢係第一個衝出課室去到安全地方啊，所以後來呢啲網民就叫佢做范跑跑。咁呢個范跑跑事件來龍去脈係點樣呢？俾人網報咗10年，佢到底而家可以做啲乜嘢工作呢？會唔會揸兜乞食啊？嗱，因為喺呢個范跑跑事件入邊啊，佢已經係冇學校會再請佢噶啦，做乜嘢工作呢？人哋都係照炒佢嘅。范美忠喺1972年出世，祖籍四川。屋企世代咧都係耕田為生噶，父母都係農民嚟噶，而且佢兄弟姊妹好多，佢就排老三。由於做農民啦，係靠天食飯噶，所以成家人都係過得比較窮。而佢老豆咧係有酗酒嘅習慣嘅，有時仲會出去賭博打牌。而佢阿媽為咗小朋友就只能夠忍住啦。喺咁樣嘅環境之下，范美忠嘅童年啊過得唔太快樂啊，係導致到佢啲思想有啲偏激。而且佢又中意貪玩，又百厭，阿媽都理佢唔到噶，就任由佢自由生長啦。咁但係范美忠非常之聰明啊，關於學習嘅嘢呢，一點就通，由細到大係攞好多獎翻屋企噶，所以父母都好驕傲啊。見人呢就讚自己個仔，中考嘅時候佢以優秀嘅成績考上到縣入邊嘅重點高中龍昌二中，經過3年嚟嘅寒窗苦讀，佢以最優秀嘅成績被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咗。北京大學嘅金字招牌足夠令佢驕傲一世噶啦。但係入到學校之後呢，范美忠嘅怪癖全部出晒嚟啊！一開始新生嘅軍訓呢，佢強烈抵制啊！佢認為呢一個呢唔係新時代嘅產物，係玩嗰啲傻人嘅手段啊！所以佢自己就唔願意接受呢一種蒙蔽啊，仲打出埋一個旗號啊，話為自己豎大旗嘅旗號啊！然後上堂嘅時候呢，又語出驚人啊，就話中國歷史喺佢眼入邊都係老生常談啊！喺老師眼入邊佢唔安分，喺同學眼入邊佢係怪誕啊！所以成個大學生涯佢過得非常之差，冇朋友，冇人讚佢，甚至乎大家都會疏遠佢啊！而為咗突出個性，范美忠唔上堂出去玩遊戲，學校組織活動佢第一個跳出嚟反對啊，令到北大對佢嘅印象好深啊！4年嘅大學生活佢係創咗最差嘅學習成績紀錄。畢業之後唔單止將老師全部點名鬧一次啊，仲喺社交平台發布北大嘅各種黑料啦、黑材料啊！就係因為咁樣，學校嘅聚會佢從來冇參加過，揾工嘅時候攞住北大嘅畢業證書遊走於各大企業。但係啦，由於 HR 會做背景調查嘅，佢嘅正面形象就麻麻啦，所以嗰個年代呢係冇乜單位係會收留佢噶。喺北京輾轉咗半年，實在冇收入啦。范美忠決定返屋企做老師，咁始終佢有個教師嘅資格證喺手，食國家飯都還可以嘅。但係佢呢種人有乜理由安分啊？四川嘅中學佢全部都教過晒，幾乎喺任教期間呢，佢成日都發表一啲不合時宜嘅言論。佢個學歷可以教初中、高中。嗰個時候呢，正正就係學生塑造人生價值觀嘅時候啦。佢發表嘅言論呢，啲學生都頂唔順噶，再加上學校嘅校規，佢又唔中意啊，所以嘈交呢就成為佢生活嘅日常啦。1年入邊啊，范美忠
就換咗7間學校，有4次係俾學校開除嘅，因為佢喺課堂上邊高談闊論咁樣講啊，話中國嘅教育有問題啊，俾學生舉報，學校就以違背教師嘅職業道德將佢解僱啦。但係佢心入邊唔係咁諗㗎，佢覺得自己所有嘢都係啱㗎，係大家世人太過愚昧，理解唔到啫。父母見佢咁樣不務正業，靜唔到落嚟，好擔心啦。而范美忠亦都頂唔順屋企人對佢日餓夜餓啦，最後啊選擇咗一間喺都江堰灌區嘅江亞學校執教，學科就語文啦。咁呢度環境幾好嘅，校風都開放，合晒佢心意啊。范美忠喺度亦都安靜咗唔少啦。本來以為啊佢慢慢生活變好，改善自己不足啊，但係冇諗到啊，一場突如其來嘅地震呢，將佢推到去風口浪尖。2008年5月12號下晝2點28分，啱啱上堂嘅學生大家都仍然係有啲眼瞓，而呢節呢係語文課，佢哋覺得聽唔聽都冇乜問題，返去自己溫就得啦。突然之間呢，係有啲人覺得自己個書台喺度搖緊嘅。范美忠惡高個頭睇咗一睇房梁上面嘅大燈，冇乜事喎，就安撫學生話小地震，震2震就停㗎啦。因為四川呢係處於地震帶嘅，成日都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啊。但係嗰頭講完就跟住落嚟，地動山搖，房梁上邊嘅磚啊係快速咁跌落嚟啊，已經有同學受傷啊。范美忠即刻明白到呢個係一場大地震啊，為咗自己嘅安全啊，一手掉咗自己本書，即刻就走啊。喺大家都未嚟得切反應嘅時候，佢已經企咗喺空曠嘅操場上邊啦。呢個時候班房已經亂成一團啦，其他班級嘅老師都組織學生逃離救援啊。但係范美忠嘅班級就因為佢一個人走咗，導致到大部分同學都俾人揼傷咗，仲有啲係根本出唔到去，就塞咗喺坍塌嘅教學樓入邊啊。經過大約半個小時嘅陸續撤離啊，學生同老師終於去到操場上邊，范美忠竟然呢好似冇事發生咁開始維持秩序啊。而事件結束之後，汶川呢個地方開始重新建設家園啦。范美忠呢個行為呢，就俾當地嘅學校老師覺得佢好衰、好卑鄙。災難面前，你淨係顧自己啊！你完全冇一個老師應該有嘅責任喺度啊！雖然大家表面上對佢都係和和氣氣啦，但係其實喺後邊係咁鬧佢啊。而范美忠就唔太在意嘅，應該點樣生活就點樣生活，應該上堂就上堂啦。但係10日之後咧，呢個老師就喺社交媒體上邊發佈咗一篇文章，呢個文章就叫做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啊！呢個文章一出咧，引發好大嘅爭議啊！尤其係嗰句，除咗我個女之外，冇人係可以令我自我犧牲，哪怕係自己阿媽都唔得啊！呢個文章咧，亦都有提到自己當時係有幫手維持秩序，係個有用嘅人啊。咁啊，節錄咗部分啦，我哋一齊睇一睇啦。咁佢話啦，佢好奇怪咁問啲學生啊，點解你當時唔出嚟啊？啲學生就話：我哋一開始反應唔到啊，就見你一陣風咁樣走到影都冇，反應到嘅時候就嚇到匿晒台底，等地震平息嘅時候先出嚟啦。阿老師做咩嗰陣時你唔帶我哋走啊？然後佢又話啦：我從來都唔係一個勇於獻身嘅人啊。我淨係關心自己嘅生命，你哋唔知咩？上次半夜火災嘅時候，我都走得好快啊！個話雖如此，之後我就問自己，我點解唔組織學生撤離就走呢？其實嗰一刻間屋就震得好犀利啦，我知道自己只係本能反應，危機意識好強嘅我，每次有危機呢，都會反應得比較快。走得好快，不過瞬間嘅本能選擇就可能反映咗內在嘅自我
同他人生命邊個比較重要嘅權衡啦。後來我就話俾一個對我感覺到失望嘅學生聽，我係一個追求自由同公正嘅人，就唔係一個先仁後義、勇於犧牲自我嘅人。喺呢種咁樣嘅生死抉擇嘅瞬間呢，唯有係我個女先至可以令我考慮犧牲自我啊！其他人就算係我阿媽呢種情況我都唔會理嘅，因為成年人我抱唔喐啊！呢個時候走得一個係一個，如果過於危險，我同你哋一齊死亡冇意思。如果冇危險嘅，我都唔理你哋有冇危險啦。何況你哋17、8歲啦。跟住佢繼續提到話呢啲說話呢，可能係我嘅自我開脫，但係我就冇絲毫嘅道德負疚感。我仲話俾學生知，我就絕對唔會係勇鬥揸刀匪徒嘅人啦。諗呢個呢，就係佢文章入邊比較爭議嘅地方啦。呢一個文章一出啦，啲網友好嬲啊，就話呢個乜嘢老師嚟噶？面對災難掉低學生都算啦，你教師嘅職業道德喺邊啊？職業素養喺邊啊？而呢一番嘅說話呢，咁樣嘅回覆啊，啲網友就叫佢做范跑跑。好多人認為啊，佢唔適合再教書，唔適合再教育人啊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就送佢去體育比賽啦。咁但係大家都估唔到話呢啲睇落好似搞笑嘅留言呢，竟然係令到阿范跑跑係俾 Nike 簽咗佢做形象代言人噶，而且用打出個標語啊，話佢熱愛生命、熱愛運動啊。咁樣搞法呢，佢一時之間就登上去各大報紙嘅頭條啊。首先啊，對於佢做出懲罰嘅呢，就係江雅學校。呢個係范跑跑第5次收到解聘書嘅學校啦。學校認為佢嘅價值觀唔符合學校嘅發展啊，而佢嘅行為係抹黑緊學校啊，造成學校損失。對於呢個行為，范跑跑一早習慣咗啦。既然呢度唔留我，咪去再揾個其他工作咯。之後佢又不甘寂寞啊，喺網上邊發表咗一篇《我為什麼寫那一刻地動山搖》啊。文章入邊明確指出自己根本冇錯，係回覆咗大多數網友嘅質疑啊。但係呢篇文呢，係令到教育界嘅大佬好心急喎。首先跳出嚟批評佢嘅就著名媒體人北岸啊，佢喺鳳凰博客度寫咗一篇范美忠給教師抹黑，讓北大丟臉啊！明確指出咗范跑跑嘅可恥之處，唔係佢冇救人啊，而係事後對佢懦夫行為嘅大肆宣揚啊！呢啲觀點呢，網友好撐佢啊。跟住第二日呢，有一篇文章就叫跑得比劉翔還快的范跑跑代言 Nike。呢個文章係俾人瘋狂轉發噶。文章入邊指出啦，美國代言係啲乜嘢居心呢？喺中國遇到災難面前去宣揚熱愛生命，所以 Nike 呢個品牌係要抵制嘅。咁原來當時有唔少人啦，去到 Nike 嘅鋪頭嗰度鬧事噶，件事越演越烈啊！范美忠成為所有人嘅公敵啊，就連人民日報啊都拿高衫就同佢死過啊！寫一篇文就話到范美忠給國人出了難題，我可以不做英雄嗎？文章入邊啊寫得好中肯噶啦，就話范美忠嘅行為呢，令到大家好為難啊。誠實就算係美德，又要去受到譴責。中國人同中國人出咗難題啊！咁經過1個月嘅網暴呢，件事係冇平息到。由范美忠嘅故事入邊啊，網友啊開始將個矛頭指向北大啦。北京大學哲學系嘅教授黃海明啊，直接又拿高衫就戰啦！佢認為范美忠嘅行為啊，係同母校抹黑啊，個行為係叫做違背咗老師嘅道德底線啊，不配為人師表啊！而就係呢啲嘅説話呢，將近幾萬人啊，係請願要求開除范美忠嘅北大學籍啊！就話咁樣嘅人係學校嘅敗類啊！而鳳凰網嘅主編亦都親自寫咗篇文啦，呢個文呢，就叫做范美忠老師
卑鄙係卑鄙者嘅通行證啊！呢個文發表咗出嚟，教育局經過深思熟慮呢，就做出決定取消范美忠嘅教師資格，就話佢以後不得再獲得證書同埋上講台。對於教育局呢個決定呢，好多人覺得大快人心啦，符合大部分人嘅心願啊！更加有人呢，係有網友啊，就將佢話係。就話要將佢釘落去歷史嘅恥辱柱上邊啊，要當成反面教材咁樣去傳播啊！但係范美忠對呢啲一啲都唔在意啦，自己都要生活㗎，唔能夠受到佢哋影響啊！只係知道自己俾人取消咗教師資格之後呢，佢去到教育局啊，據理力爭啊，就要求教育局俾個説法，或者係俾一個解聘聲明啊，然後繼續講啊，就算我冇咗工作，亦都可以發表自己嘅言論啊。而范跑跑之後，亦都係活躍喺媒體嘅文章上邊啦。咁多年啦，斷斷續續有文章發出，但係由最初嘅批判到而家變成洗白啦。竟然有文章指出咧，就話佢嘅行為先符合大眾嘅價值觀啊！因為咧冇人係神啊，可以保證到自己完全唔會犯錯，就係咁樣嘅洗白，令到個形象開始有啲唔一樣咯。而范美忠其實已經唔在乎啦，因為佢冇嘢做，佢要開始一個新嘅事業啊！俾輿論封殺，俾社會封殺，而且俾學校又開除，教育局解聘，正常人嚟講呢，一早已經崩潰啦，可以行嘅路全部都冇晒啊嘛。但係范美忠冇任何慌張喎，喺佢眼入邊呢啲呢都係小事啊。佢自己發表言論就話：我唔係小人，係個有血有肉嘅人，我一直都係咁樣生活嘅。呢番説話對網友提唔起任何興趣啦，有啲人呢，甚至係睇佢唔起啊。而范美忠亦都繼續講啊，話自己冇錯，造成呢一切嘅罪魁禍首就係社會啊，社會嘅大環境令佢意識到，人只有先保護自己，才能去保護別人啊！如果唔係當年，如果自己埋咗喺廢墟入邊，就唔能夠喺操場指揮學生啦。佢個説話呢，令到好多網友重新思考當年嘅事啦。就話到可能范美忠當年冇錯，佢只不過係走佬啫，有啲乜嘢錯呢？換咗自己可能都係一樣㗎咋。但係諗咗諗啦，中國呢幾千年嘅文化都講緊老師係要教書育人，唔單止係授課解業啊，然後亦都係要教埋啲學生喺災難面前點樣自救啊。咁呢啲美德都冇咗，點樣去做老師啊？嗱，佢有冇錯呢？就交由大家去判斷啦。咁因為如果發生嗰一種情況嘅話，我哋都唔能夠保證自己真係會叫做留喺課室去指點江山嘅。而范美忠知道自己嘅教育界做唔落去啦，就帶埋一齊辭職嘅妻子咧去開始自己嘅創業啦。佢利用自己所學嘅嘢開始做教育機構，然後有啲私立學校想利用佢人氣返聘啊，但係俾佢拒絕咗啦。佢而家嘅品牌已經係做到風生水起㗎啦。當年失業嘅時候，領到嘅補助金得300蚊啊，而亦都係因為佢當年嘅行為咧，佢老婆喺工作嘅日子亦都唔好過，個女喺學校亦都俾同學杯葛嘅，所以佢創業嘅時候咧係抱住一個必須要成功嘅決心。咁跟住後來幾年啊，范美忠竟然成為咗大老闆，個女出國留學啊，成家人由以前嘅2房1廳搬到去4房2廳。而知道范美忠成功咗之後，曾經侮辱過佢嘅記者吳聰玲啊，竟然喺綜藝節目上邊公開寫信同佢道歉，就希望佢原諒自己當年年少無知。范美忠覺得冇乜所謂，就冇回應到呢件事啦。而事業上嘅成功令到范美忠有啲新諗法啦。佢花咗唔少大錢喺成都郊區起咗座廟，為嘅就係宣揚佢嗰套所謂嘅教育理論啦。喺范美忠眼入邊啊，傳統意義上嘅教育只會係束縛所有人嘅思想啊。人係唯有解放天性，先可以真正認清自己嘅內心。而呢個范跑跑嘅事件呢，嚟到呢度就叫做同大家簡單講咗一講啦。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
如果你係遇到呢一啲咁樣百年一遇嘅大危機、大災難嘅話，你能唔能夠係保持到自己嘅美德去救學生或者救助佢哋、指揮佢哋去走呢？呢點我諗應該唔係個個人都答得到，因為我哋未試過親身經歷呢啲咁嘅事件啊嘛。咁大家對於呢一個范跑跑事件有啲乜嘢睇法呢？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